实的，你不要替人太甚了你。两位市长全不在，我把话给挑明了，你算什么东西你？你在西平市招摇撞骗，扰乱民心，以后你等会儿碰见一次打你一次，你信不信？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邹长路，你不就是要把我送上法庭吗？我还告你呢，告你诽谤罪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送上法庭。你敢欺上瞒下，把矿中的人命不当命，无法无天！到现在你还敢蒙骗政府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跟我没完没了是吧？长路，揍你！你邹长路，你们还不许你再说！干什么？真无法无天了！好了，都别说了。上车吧。李平啊，刚才的事情你有什么感想？我太为明理担心了。他要是再跟那个姓池的搞下去，我担心真会出事儿。你这种担心啊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邹长路这个人你了解，非常粗鲁，而且办事不计后果。他今天还算是客气的，这恐怕不单是给我和黄市长一个面子，也是给你一个面子。这小子，我还是想叫高维全把他给撤了。虽说现在没有找到什么新证据，但邹长路他真是要干个什么事儿，还真难说。那问题不光是邹长路一个人，你以为高维全是吃素的？真要有什么特大事故发生，再加上瞒报，有人跟他捅出去，他能不急？现在好了，证明没有什么特大事故发生，但是有人没完没了的给他起逆，真要把他这个政协副主席的位子给搅黄了。你想，他能够善罢甘休？那您说怎么办？姓池的是一根筋，明利又听他的，我担心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来，你。老师，你说这信邦和强虎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难说，很可能被他们赶走了。哎，你说这消息，他们怎么得到的这么快呢？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。咱们去钱庄村的时候，没人盯着咱们呀。咱们去杏芳家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看见，那也不至于跟到钱庄。可是咱们到了钱庄以后是分开的，如果有人看见，也不至于被他们都掌握。就是，本来呀，到了钱庄村以后，我们想直接去找四伯，后来我想了想，算了。你说他们消息知道这么清楚，咱们再把这四伯连来了。好，来了。行，是不是？坐吧。你来干什么？池记者，我想和你谈谈。
请问是报社熊总编吗？啊，高总啊。本来我是不想给您打电话，但是现在不打不行了。事情呢是关于省报派遣的2个记者。池立强同志是我们报社的一名高级记者，是挺有个性的，哎，他原则性比较强，也很有能力。但是他下来以后，偶然听说呢，20号那天我们北山柳家窑矿出了一起事故，而他前妻呢，恰恰是20号这天死的。于是他就毫无根据的把2件事情扯到一起。到底有没有事故发生？他们给我汇报，认为北山柳家窑矿的确隐瞒了事故。北山柳家窑矿确实隐瞒了事故，黄市长出面，我们已经做出严肃处理，证明呢这次事故中确实有8名矿工遇难。可是池记者硬是听信传言，说在这次事故中呢死了几十人，这就太恶劣了。他告到了市政府，市政府相当重视。黄市长和夏副市长先后2次深入到柳家窑矿和附近的村子里边进行深入调查。现在呢已经证实，这次事故中死难矿工的数字是准确的。池记者拿不出任何新的证据来证明他所捏造的事实。今天下午，这件事情的处理已经结束了。已经结束了？这太不像一个大报记者所作所为了。更严重的是，他所捏造的东西，甚至涉及到刑事犯罪领域，涉及到我们西平总公司的形象和我个人的名誉。顺便说一句，省里面呢正在考察我当政协副主席的问题。可池立强呢，竟然跑到省里面来考察我的干部那里去诬告我。熊总编，你可以想象他这样做的结果。人家柳家窑矿的这个矿长就在我这儿，人家要以诽谤罪起诉池立强和杨明利，而且呢还要向报社提出强烈抗议。我现在是在压着他们，避免呢事态进一步恶化。我给您打电话的意思呢，主要呢是要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。我们将来还要打交道嘛，可能呢还要合作。我个人希望尽量通过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高总，你的意思我清楚了。黄市长过去和高总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你说被你们这么一闹，你以后让黄市长和高总再怎么相处？我倒觉得黄市长做得非常果断，非常正确。我也相信我们是不会让黄市长失望的。那你还是相信你们做的对？当然，我见到了5个名单上没有的遇难矿工家属。你还怀疑杨明利对你也撒谎？下午的事情我们也没顾及到，让黄市长被动。但是我想这只是暂时的，黄市长也不会那么简单的就相信他。老池啊，我现在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和你谈。俗话说，不打不成交。我现在愿意把你当做我的朋友，我们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说几句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希望这样。冲着小杨，你也应该帮助我们。尤其现在，我们更需要你的帮助。西平市这个地方虽然小，水也不浅呐。请继续说。这一句话就够了。我劝你啊，站得再高一点，不要斤斤计较死了是8个还是9个。你要学会讲政治。对了，姐，我问你一件事儿。
你昨天晚上给我跟池立强保媒是谁的主意？是不是高维权的主意？他是不是想让我领他这份情，好在有些事情上网开一面？如果没有高维权给你交这4年的学费，你能上？我说你就是把高维权扳倒了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哼，就凭姓池的呀，他扳不倒高维权。你比方说，今天下午你在村子里走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有一种气氛，不正常的气氛。你指什么？害怕的气氛。上午我们去，孩子们都跟着；下午不一样了。那除了害怕呢？还有什么？你不觉得他们并不愿意配合你吗？是这样，有点。我看呐，不止一点。这就是你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。老池啊，你在西平市是非常孤立的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我已经把话说得非常直截了当，也非常的诚恳。你不至于把我说的话再传出去吧？不会，我多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。所以啊，老池，你不要根据某种常识，你就一定代表正义这一方，不一定。你也许并没有站在绝大多数人这一边。我跟你说这些，不但是为了你，当然也是为了名利。因为他现在只听你的，所以我直接找你谈。如果我能说动他，他早回去了。这我相信。现在只有你回去，他才会回去。我不会走的。他呢，据我了解，也不愿意回去。你还是应该去做做他的工作。不过有一点，我倒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不会要求他留下来的。他是不是爱上你？你愿意这么问？不愿意。可我没有办法。我还有别的解释吗？那你把他看低了。你是不是忘了？他想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。我也是后来才看出来的。出色的记者不一定非要报道这种事情。这种事情都不敢报道，就不算是出色的记者。我还要问你一句：你喜欢他吗？喜欢，越来越喜欢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朋友和同事，你大可不必在这个上面费脑筋。你不至于为了让他讨厌我，才想办法出我的洋相吧？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我好像很少考虑到你。我做的事儿跟你又有多大关系呢？
如果你有类似的想法，我不妨也给你交一个底。我爱他，但是我不会勉强他。如果他要选择你，或者是其他人，那是他的事情。而你呢？你不必费尽心思把你们这次出差搞得无限制的延长下去。有一句话不太好听，但是我要是不说出来，怕你不明白。你没有我爱的。当然没有。不过你为什么想的这么没意思呢？我替你脸红。我也替你脸红。你这么大岁数，还带着孩子，老牛想吃嫩草。你说话要有涵养，不要让我把你看低了，啊！如果我要想吃，就能吃得到。这么说你满意了吧？你是说，你也不相信他们？他们让我很被动。昨天下午一次，今天下午又一次。我真无法想象，如果明天他们还来找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一市之长啊，老校友。我每天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呀。我认为，你的话可以代表市政府的意见了。那就是说，你认为事故的情况已经搞清楚了？请恕我直言，我搞烦了，我让你那2个人搞烦了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？非要从煤矿当中挖出金矿来？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说明事故像传言的那样，没有。换了你，你会怎么样？跟你熊总编，我不隐瞒，你以为我那么情愿的去查西平矿的问题？西平矿就是1/3的西平，西平矿要是垮了，西平的经济就垮了差不多了，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？他们会骂我黄向天的娘，我这个市长也就该下台了。我查事故，完全是出于党性，是为了贯彻中央精神，为了避免连带责任。否则的话，我会使那么大的劲儿去挖我自己的墙角啊！老兄，求求你，你看看你那2个人是不是该招回去了啊？那，喂，哦，熊总，熊总的，哎，熊总，情况就那些。我和杨明丽这不正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叫你们回来，你们就回来嘛！局里边统一部署，职业道德的学习，所有在外的记者没有特殊情况，一律都得回来。别人都已经回来了，现在评职称也开始了。哎，你们俩还参评不参评啊？当然参评了。熊总，西平情况这就很特殊啊。这情况您是知道的呀，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嘛。熊总，评职称的事儿您就给关照一下，好吗？再容我们3、4天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西平的情况已经不特殊了。对，我和黄市长已经通过电话了，你们已经不适宜留在那儿了。如果继续留下去，那会出大问题的，我承担不起呀。得，怎么办？
要不我们先回去，完再赶回来。回去？回去你就别想再出来。评职称可是个大事儿，还是想赶回去。哎，真不凑巧。哎，你现在应该是中级评副高了吧？是，晚了点儿，好。你是铭记啊？怎么搞那么晚呀？嗨，各种原因吧。不过今年呢，我还真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。或者咱们先不管这儿了。我还真没这么干过，这实在说不过去吧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你呢，先赶回去，我在这盯着。评职称对你更重要，我下次还有机会。你能说这话，就让我对你不一般看待了。你这人不错。那你先回去吧。这样，咱们呢，还是先去找黄市长。如果黄市长他能够坚持查下去，咱们就可以回去一趟。把这间留出来，他留个大间的，张经理他们定的。哎，给小卢挑一个漂亮点的。小卢那个给他留着呢，人家现在谁都不让碰了。德全，我给你叫几个挑挑去。得，别给我挑，我已经挑好了。谁呀？您呀。你找抽啊你！能不能提前呢？这个你放心，工期肯定提前。好。不过不能光顾着提前工期，还要保质保量啊。我知道。黄市长。哦，来了，请稍等我2分钟，好吧？啊，可以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您说到100年大计。对，100年大计，100年大计，质量第一啊！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要永远的记住，始终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让老百姓住上放心房。最近房地产的投诉呈上升趋势啊，什么地板塌陷的、地面裂缝的、墙皮剥落的、屋顶漏雨的，老百姓买套房，有的人是穷极一生的积蓄才买套房，那是从牙缝当中一点点抠出来。买到这样的房，你说糟心不糟心？所以，我们这些盖房的人要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，算是我黄显天对你们的指示吧。那就是我们这些盖房的人要牢记这样一个信条：将来这个房子里面住的，就是你们的父母、兄弟姊妹、亲戚朋友，就是你们自己。这样，你们才会用心去盖房啊！您放心吧，黄市长，我们一定照您的指示办。好，你们下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好，那我们下去。给我2顶安全帽。黄市长，我们在下边等您吗？不用了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好。到工地还是要戴上安全帽。黄市长，
您没生气吧？生什么气啊？只是我从来没这么被动过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们向您汇报的情况完全属实，没有一句是假话。就是没想到，他们这么快就有了对付我们的办法。这更说明情况的复杂。刚才老迟还在跟我说，多亏了黄市长坚持原则。黄市长，您不会不追查下去吧？调查嘛，当然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。不过你们以后做事情一定要细致。你想那天，整个西平市政府除了值班的，全去了。纪委书记曲家谦，老同志了，那么大岁数，腿脚又不利索，也去了。爬山越岭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你们让我连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。黄市长，请您相信，我们绝不会造假。就是。现在，黄市长，我们很为那些提供了情况的家属担心。能不能立刻把他们找回来？为了他们的安全，也为了把事情弄清楚，是不是？这些人真的存在吗？黄市长，请您相信我们。您说我们怎么会存心跟市里过不去呢？对吧？刚才呀，熊总编还来电话催我们赶快回去，因为报社统一组织学习，而且我们评职称也要开始。是。我们的心里也火急火燎的。您说是该回去，还是留在这儿？我们留在这儿，就是为了给您添麻烦吗？这样吧，你们还是先回去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。既然你们说的这么诚恳，我就再组织一次调查，看看那几户人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一查到底。太好了，黄市长，您认为他们不会对那几户家属起害心吧？这不太可能吧？就算真的有那几户人家，他们又敢怎么样？搞刑事犯罪？这太可笑了！你不要把矿山想象成黑社会嘛。西平还是社会主义的西平。黄市长，我认为追查事故和发展地方经济并不矛盾。如果不严肃地处理事故，那么地方经济也会受到严重的危害。通过这些天的接触，你对我应该有所了解。我黄向天不是鼠目寸光的人。既然你们这些当记者的把问题提出来了，我绝不会姑息养奸。否则的话，你想啊，如果一旦纸里包不住火，我会那么愚蠢吗？那好，黄市长，这样呢，我们就都放心了。我们争取过几天就赶回来。回来不回来，问题都不大。一旦调查有什么进展的话，我会让刘秘书通知你。好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，好不好？我还是要回来的。随你。老高，高总，好消息啊！2个记者到火车站订票去了。好啊，希望是肉包子打狗。
一去不回啊！他们还回来干嘛？他们这一走，无非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一下。黄市长已经被他们搞烦了。我就不明白，姓池的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头？他们图什么？哎，这回你不会半道下车了吧？那可不一定，这会儿没准连车都上不了。哎，你可别开这玩笑啊！咱票可都买好了。票是必须得买的，有人盯着呢。在哪儿啊？你看那两个。哎，你现在还是不放心啊？我在想，职称重要还是责任重要？我觉得你这人挺逗的。你说你吧，命都可以不要了，却对职称那么在意。是，好面子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你说这消息从哪透出去的呢？难道是从市委透出去的？哼，不是没可能。你看，钱庄村有3户，从咱们离开到回去，最多也不过4个小时。他们怎么搞得那么清楚？看咱们看的名单里人只有3个，而且这3个人看见的时间也不一样。时间差不多吧？你别忘了，名单上不是3户，是4户，分2个地方。从看见名单到布置，到我们杀过去，只有2个小时，够用吗？哎，钱庄村3户，北山村1户，来不及吧？我怀疑是小卢，因为只有他跟咱们俩跑2个地方。而且姓黄家的地址他也知道很清楚。很可能。不过我考虑，即使是他，也不止他一个人。即使有人跟踪我们，那我们也不会毫无察觉吧？哎，反正我那边是没有发觉有人跟踪。咱们不会怀疑的是夏副市长何以平吧？哎，是我。池记者你好。什么？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好吧。不过，来我家不合适。他这么谨慎，就说明北山柳家窑矿事故背景很深，能和咱们见面已经不简单了。哎，老曲，你干什么去？哎，我听见你打电话了啊！你别管那么多好不好？我让你管了一辈子了啊！以后工作上的事儿啊，你少跟着掺和。难道你还真愿意让我蹲监狱服刑？你就唱夕阳红、扭秧歌？喂，他们出去了，你们车赶紧跟上啊！出了招待所，我们可就不管了。徐书记，没人跟着你？应该没有，换了好几辆车，马蹄钱没少花。好，那咱们走吧。来。徐书记，别忙了。发现有人跟着你们吗？别嫌我啰嗦。啊，一开始有人跟着，后来就没了。来，来，谢谢。谢谢。好了。
我的时间不多，也不想请你们吃饭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您是不是希望我们对这次谈话要保密？应该这样。谢谢您，这说明呢，您对我们是信任的，别人没这么要求过。你们是党员吗？我是党员。个人有个人的情况嘛。我是纪委书记，我和谁谈话都可能引起误会。还是长话短说吧。你们还想了解什么？我们只想请您呀，在这件事情上，给我们指出来，我们哪一点做得对，哪一点做得不对，你看行吗？你们今天晚上就要走，是吗？您怎么知道？啊，我们不一定走。你们来几天了？我们已经来了4、5天了。我在西平干了这么多年了，在纪委书记这个职务上也干了这些年了，可还没有你们这4天搞得这么深入。我可以给你们表个态，在这件事情啊，我内心是完全支持你们的，否则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。不过，我也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就走，因为你们能做的都做了。林书记，想你啊，真的很想你。你不在啊，这市里的工作还真有些棘手。是，您说的对，林书记，你安排工作总是那么及时。我完全同意，关于整治小煤窑、消除安全隐患的工作是应该立即进行。黄市长也表态了，他一定要追查，追查到底。他会追查的。这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。上午我们刚刚采访过几户人家，怎么下午1户都不见了？谁给他们通的消息？谁和西平矿关系这么密切？我不知道。可是，我要提醒你们，西平矿的事儿，绝不是一个矿的事儿。你们要是弄不清楚这个，那你们就会永远查不清楚事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你们也弄不清楚是在和谁作对。你们连和谁作对都不知道，你们能取胜吗？林书记的态度你也知道，你该做些什么，该怎么做，你也都清楚。清楚。您希望我们取胜吗？希望，也不见得希望。你们取胜了，甚至可以出大名。拍屁股走了，那剩下的事情，我们还要在这儿生活呀。我们走不了，老百姓走不了。听您这么说，我们反而不应该这么做了。这要看事态的发展，搞到什么程度，搞到什么范围。您不能直说吗？西方，西方，干嘛？西方，我打听了，听说池记者和杨记者要回省城了。小慧，咱上次离开就把人池记者他们给坑苦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上回咱们要是晚走一步，说不定连咱们一块都给抓起来了。这矿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他大伯，大伯，我还是担心矿上会不会又找到这儿来呀？这都啥时候了？我想不至于吧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
可你们就是不听。那矿上惹不得。你们知道那矿上护矿队有多少人吗？有200多人呢。这200多人干啥吃的？白吃干饭的？那工资得多少啊？您了解的情况也比我们多得多。我也知道，您肯定有为难之处。可是曲书记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上午我们刚刚见过了3户家属，第1户呢是死了2个儿子，现在只剩下老2口了。还有1户，只剩下2个大人，长期病倒在床上，剩下3个孩子没人管。另外1户就更惨了，只剩下2个孩子，大的才6岁，小的4岁。我们再进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被赶到哪儿去了。徐书记，您刚才问我们是不是党员，我是党员。您呢？您是党的纪委书记。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谈3个代表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徐书记，如果我们眼见到这种情况都不去插手，那真的甭干。你冲我说话用不着这么咄咄逼人，用不着。你们认识林书记吗？不认识。等他回来以后，你们可以找他谈谈。林书记这个人是从省里下来的，我观察了半年，可以确定这个人是很正派，党性很强。只不过在这里根底还浅呢，还没有完全站住脚。不过他是一把手啊，在现在这个体制下，只要一把手下了决心，事情总会推动的。你们推不动吗？